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玩过舰队游戏都知道，里面的反派洛兹会长身边有个叫做 Oliver 的秘书。剧情中，他似乎无条件的支持洛兹会长行动，不让主角去阻止洛兹会长计划。在对战时候，他会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，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反差。本以为是个妥妥配角的他，没想到在破晓之一动画中，居然给了 Oliver 专属一集。这一集这让人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研究所中，此时 Oliver 还并没有成为洛兹的秘书。可以看到，他正在研究所里研究极巨化的秘密。电脑上图鉴正是超级巨八大湖，身旁的破袋是 Oliver 的宝梦，只有在游戏中能够超级巨。研究工作非常枯燥，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走人了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让洛兹会长就登场了，他看中了 Oliver 的能力，直言他是一块瑰宝。镜头一转，这时 Oliver 已经从研究员摇身一变变成了副会长。说是副会长，其实已经接手了会长大部分工作。无数的员工都围绕着 Oliver 问他各种问题。Oliver 的一天真是从早忙到晚，各种开会，各种调查。Oliver 的能力也在这集里有很大程度的表现。系统里跑进一只顽皮的骆驼姆，导致网络瘫痪，员工无法解决。结果 Oliver 出手将骆驼姆杀灭了。雷厉风行工作态度让他成为了很多员工的偶像。忙到深夜，疲惫的 Oliver 刚准备下班，结果又接到电话让他去一趟公司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洛兹会长终于出现了。他让 Oliver 和他一起坐刚开来的飞行机器人车去往公司。期间双方进行了简单的工作汇报。洛兹是知道 Oliver 的辛苦的，所以直言能在我这里工作真的太好了。就在这时，下面的竞技场正在进行战斗，是超级巨化巨炭山对战超级巨成龙。继承者大叔感叹道：机器化真是令人震撼啊！听到这话的 Oliver 直接病犯了，他直接指出这是超级巨化而非极巨化，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两者的区别，这让大叔很是头疼。而洛兹看到他一副认真的样子，则回想起他在研究所时脸红的样子。本集就在这一奇怪的氛围下结束了。总的来说 Oliver 是真的不容易啊。这集完善一下秘书的个人剧情，游戏中 Oliver 无条件的追随会长行为也就解释得通了，毕竟是会长发掘了默默无闻的他。另外这集里有很多彩蛋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比如火系档案馆主卡乌在这里做背景板，还有 Oliver 与精灵镇档案馆主列子也是擦肩而过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另外加莱迪的西牌木偶和喵喵也登场哦。下一集是幽灵系档案馆主欧尼奥的专属剧情呢，他也是人气非常高的角色，不知道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